惊人的。杨紫成衣沉香乳粉，市场占有率第一。杨紫花仙妆好美。现在这个自媒体时代，要知道一部剧好不好，是否受大众欢迎，看看它的市场占有率就知道了。最近传来一个好消息，据相关统计，杨紫和程毅主演的《沉香乳粉》全端市场占有率夺冠，播放率为17.9%，由张子枫、张新成、雷佳音等主演的《天才基本法》占比12.67%，排在第2位的是赵露思和吴磊主演的《星语寒灿》。海中声月，赵露思、吴磊主演，以12.23%的播放率位居第3。剧荒的小伙伴们可以看看下表，选择一部剧来赶上。沉香如康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魅力，是因为剧情好，演员阵容强大，其中杨紫作为流量和演技结合的演员，人气非常好。为此之所以人们愿意为她的电视剧买单，就像今天分享的小猴子也分享了她最新的花仙仿妆。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说明杨紫的吸粉能力和收粉量，她承载的流量。在沉香乳粉中，杨紫是个花仙子，剧中的古装扮相超级可爱，让人想哄她，跑上背影也很可爱。这么可爱的杨紫，谁能不喜欢呢？下凡之后，杨紫饰演的燕檀变成了一个古怪的花妖，为了符合人设，所以杨紫的服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就是会在脸上贴很多花瓣啊，这样的妆容非常突出眉形，也让杨紫的可爱力大大增强。除了花仙子的古装，杨紫还在剧中大胆尝试男扮男装，虽然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少女，但古装真的很好看啊，没那么女人味，也达到了视力很好，很厉害。这种扎着头发穿素色的古装也超级可爱，肉肉的杨紫你还不赶紧叫吗？原型在她出现的那一刻看起来有点像一只猫，电影更引人注目。对杨紫来说，造就她的从来不是脸，而是演技。宋丹丹曾感叹杨紫的长相限制了她的发展，很多人并不看好这个女孩，但杨紫却用自己的努力开辟了属于自己的时代。这个时代从不辜负用心的人，如果灰心何不看看杨紫，从突破瓶颈本身，进而打造属于自己的影视王国。她靠的是付出和付出，努力从不辜负人。走啊，杨紫，去吧，任何人。02，我第一次见到她时，我不得不去洗手间。这部电影真的很会宣传，但所有的预告要么太甜，要么太痛苦。他们特别喜欢送刀，而燕檀刺伤唐周的预告片在电影上映前就被剪掉了，一遍遍的重播，怕剧迷不爽。这有点苛刻。不得不承认，我第一次看燕檀刺唐周的片段，并没有在意所谓的剧情。唐周不死，仙衣崩塌，璎珞无法回仙界与妖魔交战，又或者燕檀杀了唐周夺回一半，又如何呢？他和他们两人的心都会清楚。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看杨紫这次捅老公的姿势帅不帅。这一次被刺伤的时候，程毅有多难过？我首先想看到的是杨紫被刺伤的时候有多难过。2018年，他与任嘉伦合作的《白蛇传》在第26集开始攻城略的。请原谅我使用这样一个形容词，剧情实在是莫名其妙。当时，白瑶瑶和徐轩甜蜜地走在桃花林里，欣赏着桃花的爱情。白瑶瑶答应徐轩不拿桃木剑，同时拔出桃木剑，直接刺向徐轩。谁能告诉我为什么？即使许宣中了毒，无药可救，白瑶也要拿回法力，用桃木剑伤害许仙。你不觉得这个情节还很荒唐吗？问题是，杨紫此时还没有熟练掌握刺的技巧。给了一个眼神变化的特写后，他马上用剑刺向许仙。这个动作实在不整齐。刺完许宣后，两人保持僵持状态几秒钟，没有强烈的情绪波动，我看得很平静。任嘉伦当时的表现也很淡然，可能是被刺的少，没有过度的痛苦表情。被刺前和被刺后，他的眉头只是微微皱起，悲壮的气氛并不强烈。与他后期在周生如家中去骨的微表情相比，冯君楚被刺后瞥了一眼，实在差得太远。看来刺人和被刺都需要技巧和经验。接下来我想提到香蜜。这部剧里有太多的经典之作，果刺凤也是经典剧情之一。
不得不提。晋美和润玉大婚之日，旭凤身穿战甲出现在众仙面前，暴露了润玉的军队。就在他准备对付润玉的时候，他的后背突然受到了打击。镜头对准了邓伦，他先是难以置信，回头一看，先是看了看锦觅的手，表情僵住了，然后慢慢看向锦觅的眼睛，问了2遍为什么。他是那么的悲伤，那么的不可理喻。镜头的另一半紧紧跟随金密。起初，他的脑海中出现了许多亲人的呼唤，然后他看到了凤凰和润玉之间的对峙，最后慢慢移动到凤凰的身后，刺了下去。凤凰转过身来问为什么后，他变得歇斯底里，大喊：“你杀了爸爸，你杀了林秀姑姑！”然后，凤鸣慢慢的跪下来，艰难的握住一只手，在金密的手腕上。这一段的台词不多，几乎所有演员的表演都是用来呈现剧情的。再加上出色的细节处理和拍摄技术，的确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桥段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次杨紫刺得干净利落，不慌不忙。凤姐的伤心事可以不用流泪就能表达的淋漓尽致。天机和香蜜的推出时间只差1个月，杨紫刺的水平已经成为王者，进步太快了。这次沉香如屑，杨紫的燕丹也很伤心。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在凡间，他都爱上了应援。当他想起2人的往事后，燕丹泪流满面。他问道：“你愿意为我放弃你的生命吗？”应元皇帝的小号，唐周淡淡的回答：“我愿意。”当燕丹的剑刺来时，唐周没有躲闪，甚至主动迎上去，把剑刺进他的胸膛，握着血淋淋的手，向燕丹表白，他欠的命现在还给他了。看到程颐被刺的那一幕，我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在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视剧《刘丽》中，他以吐血70多次而闻名。除了自己的呕吐，玄机还误解了他，用剑刺伤了他。程颐的表演非常精彩，他满心欢喜，想向玄机解释他的黑化是为了保护他，反而玄贵以为自己杀了师兄，一剑也不是轻易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刺下来的。司凤先是不敢相信，然后微微歪了歪头，红眸吐出那句台词：“楚玄贵，你永远是一个没有心的人。”光是这哽咽的一句话就可以表达司凤当时的全部感受，程颐的演技真是在线。至于沉香如粉中杨紫和程颐的刺夫的效果，还需看后续段落与剧情的融合程度如何。就目前的剧情延伸而言，还是相当顺利，估计又能成为经典的刺夫，成为杨紫和程颐的演技，有望成为又一部刺夫经典，成为杨紫和程颐之间的精彩桥梁。03，肖战太受欢迎了，大商人脸上写满了满意。他是一个成熟的演员，他也是一个伟大的演员。以1年的典型代言合同来看，京东电器与肖战续约成功，再次携手合作，实属恭喜。与一般商品代言不同，电商平台代言含金量超高，无法比拟。和平台霸王这次进第2次官宣，再次携手庆祝排长合作，可见对肖战是多么的尊重。可以说平台霸王把100万满意写在了脸上，倒在了实际行动。看看上班时间的大哥如此得意和自豪地欣赏代言的样子，真是太可爱了。肖战再次续约优质代言，也说明其高超的商业价值正在稳步增长，未来前景一片光明。今年夏天，万众瞩目的玉骨遥推迟了档期，一整天的燥热，着实让人有些紧张。最早，让我们看看 XHCL 是否可以在它结束后收拾残局。看着夏天的画面，着实让人感慨良多。可以说有2个对立面，一是电视剧把人抬高，二是人把电视剧抬高。也就是好剧本推新人或后起之秀，好演员当红艺人出演比较平庸的剧本，导致很多剧不温不火，不难看但难爆。这或许是资本主义平台的一种策略，着眼于利润最大化，也有幸运的大毛，但确实让人遗憾。这当然只是个人意见。未来将播出的玉骨遥控气怎么样？一起来看看吧。关于剧本，正如之前的文章所说，肖战选剧的眼光和对剧本的严谨打磨还是可以放心的。公司的主要目标是为客户提供全面的产品和服务。
肖战这个人设的善解人意，不仅能让观众感同身受，连搭档都能秒入情网，让这部剧集于一身，难不成被移动？当然，合作的明星也很不错。公司一向都是把最好的放在节目上，但对肖战的撩人能力也很有把握，而且有肖战的搭档，节目的表现也不用担心，想想真的很美。这就是全能扛巨声的实力，提剧也提人。肖战的红是真正的红，有作品，有实力，有魅力，有颜，有性格，有高智商。高智商这样的性格，难怪海内外无数人为之倾倒。魏鑫，肖战在当下努力，从未停止，心怀彷徨，志存高远，相信未来会有无穷的惊喜等着我们。借用一句话，总有一个明天等着你去遇见，总有一种喜欢陪你前行，未来是光明的，无限美好。